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一本我最喜欢的书，名为《百万富翁思维的秘密》。这本书的作者是 T. Harv Eker， 他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关于财富与成功的独到见解，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也是我认为最有趣的部分，就是作者谈论富人和穷人之间17个关键差异的章节。在介绍这些差异之前，我想先澄清一下富人和穷人的定义。当我提到富人时，指的是那些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和个人技能而实现财富积累的普通人。他们的财富并非源于父母的馈赠或某些非法交易，而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一步步打拼出来的。而当我说到穷人时，并不是要贬低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群。事实上，我自己也曾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过着拮据的生活。这里所说的穷人，更多的是指一种心态，一种对金钱和生活的态度。伊克尔在书中指出，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着17个关键的差异，这些差异涵盖了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情绪管理等多个方面。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差异，造就了他们在财富积累和人生成就上的巨大差距。比如，富人往往具有积极主动的心态，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而穷人却常常采取消极被动的态度，认为生活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再比如，富人懂得投资自己，不断学习和提升技能，而穷人却倾向于满足于现状，停滞不前。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这些差异背后折射出的是2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富人始终坚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保持正确的心态，任何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出理想的生活。而穷人却往往被困在自我设限的牢笼里，认为贫穷是无法逃脱的宿命。正是这种观念上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在面对机遇和挑战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行动，最终也收获了不一样的人生。伊克的这一洞见对我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让我意识到，真正决定一个人成败的并不是外在的环境和条件，而是内心的信念和态度。每个人都有能力通过改变思维方式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内心深处对财富和成功的种种误解，激励我以全新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人生，并为之奋斗。第一个差异是，富人思维大，穷人思维小。你有没有去过超市，在各种商店里花了几个小时，以便找到最便宜的超市，省下50或60分钱？或者你有没有排队等了1个小时去领取一个免费的汉堡？如果你做过这些事情，那么你就有一个穷人的心态。很抱歉要说这样的话，但让我解释一下。当然，购物时花钱不是坏事，但是当谈到你会花多少时间来省几分钱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富人明白时间的价值，并不断地想着新的事情，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以使他们的1小时的价值等于$6000。第二个区别是，富人选择依据结果坚持，而穷人选择按时间付费。让我明确一点，没人在乎你投入了多少努力，重要的是结果。如果你的产品好，人们会购买它，即使你只投入了几个小时。第三个区别是，富人思考2者兼顾，而穷人思维要么。穷人认为资源不足，认为你无法拥有一切，而富人则相信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资源，你可以拥有你真正渴望的一切。穷人相信稀缺，而富人相信丰盈。你想要一个成功的事业，还是与家人的亲密关系？2者兼的呢？你想要专注于事业，还是玩乐？2者都想要。富人总是想要2者兼得，而穷人总是选择其中一个。穷人把世界看作是一块派，认为每个人都会分一份，派很快就会消失。另一方面，富人把世界看作是一家自助餐，结束的东西会被新的取代，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拿取。穷人相信，他们必须在金钱和生活的其他方面之间做出选择。他们认为，他们必须在金钱和幸福之间做出选择。不，当然不是。金钱很重要，幸福也很重要。
你可以两者兼得。许多人对变得富有持有消极情绪，认为变得富有会使他们变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在变得富有和成为善良的人之间做出选择，所以他们选择成为善良而穷人。你可能听过有人说，一个人在变得富有后发生了很大改变。我相信金钱不会改变你，它只会放大你已经是的人。第四个区别在于，富人看到机会，而穷人关注障碍。每当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都会与人分享，以获取反馈。很少见到有人会承认与这个想法相关的问题，但同时又关注它可能带来的机会。许多人告诉我，我的想法会失败，这就是穷人的想法。他们不断看到障碍、风险，并且总是专注于问题。相反，富人关注机会，穷人基于恐惧做出很多选择。他们的头脑不断扫描任何情况下出现的错误或可能出错的地方。如果你专注于问题，你会有问题；如果你专注于机会，你会有机会。这是一个简单而普遍的法则。富人与积极成功的人交往，而穷人与消极失败的人交往。如果你想和老鹰一起飞，就别和鸭子一起游泳。如果你的目标是变得富有，那么学习富人，追随成功人士，把他们作为榜样，阅读他们阅读的东西。他们之所以富有是有原因的。我经常听到的另一个论点是，我周围没有富人，所以我怎么能与富有和成功的人打交道？看，你不需要他们在你身边，你可以简单的找到成功人士，阅读他们的书，观看他们的视频。你不能要求阿诺德·施瓦辛格加入你，但他有很多视频和写过一本书。那么为什么不读他的书或观看他的视频呢？我周围没有富有的朋友，但这些类型的书的作者对我来说是富有的朋友。通过阅读他们的书，观看他们的视频，听他们的播客，我加入了他们。第六个区别在于，富人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并致力于获得，而穷人只是想变得富有。想象一下，你和你的朋友站在城市中心，想要买点小吃。你的朋友走到摊位前说：“你好，我想买一个法棍，请给我一个法棍。”摊位后面的摊贩可能会感到困惑，并询问你的朋友想要什么样的法棍，因为有许多种类的法棍。这种做法与穷人想要变得富有时完全相同。他们只是想变得富有，但他们不知道对他们来说，富有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不确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卖法棍的摊贩会给你任何一种法棍。现在想象一下，你走过去说：“你好，我想要一个番茄和奶酪法棍，但我不想要那种面包，给我那种深色的有葵花籽的面包，不要放洋葱，放大蒜、番茄和生菜。”摊贩会给你准确你所要求的东西。同样，富人不会发送混淆的信息，只有穷人会这样做。人们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你应该知道对于你来说，富有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并制定一个到达那里的计划。例如，对我来说，富有的生活意味着我有自由选择，在任何我想要的时候，在任何地方工作，并且能够做出简单的选择。第七个区别是，富人愿意推销自己和推广他们的价值观，而穷人则对销售和推广持消极态度。如果你相信你所提供的东西确实可以帮助人们，那么推广它是你的责任。拒绝推广是成功的最大障碍之一。那些在销售和推广方面有问题的人通常很穷，在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都需要擅长销售和推广。例如，当你试图说服别人去一家餐馆而不是另一家时，你就在销售。第八个区别是，富人相信我创造我的生活，而穷人相信生活发生在我身上。如果你想创造财富，相信自己掌握着控制权是很重要的。穷人像乘客一样穿越生活，而富人则始终掌握着方向盘。穷人经常责备别人并悲叹，他们通过说钱不重要，幸福和爱才重要之类的话来为自己的处境辩解。这种比较是不正确的。就像脚和手一样重要，钱和幸福也很重要。穷人也责怪别人，从不承担责任，总是表现得像受害者一样。
第9个区别是，富人高效地创造金钱，而穷人低效地创造金钱。金钱只是一个工具，就像电脑或手机一样，你需要学会如何使用它。人们花费很多时间学习如何使用电脑，但是当涉及到金钱时，许多人忽视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不愿意学习它的运作方式。考虑到金钱是我们每周工作来交换生活的东西，这是疯狂的。富人并不比其他人聪明，他们只是有不同且更友好的金钱习惯。掌握金钱，你必须在得到它后立即开始管理。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金融世界。在收到更多之前，你需要展示你能够处理已经拥有的东西。作者建议创建5个银行账户，一个用于投资，一个用于娱乐，一个用于教育，一个用于捐赠，一个用于开销。在税后，将你的工资的1/10存入这些账户。锻炼你的理财技能非常重要，使其成为一种习惯。第10点，富人比他们的问题更大，而穷人比他们的问题更小。成功的秘诀不是试图避免或摆脱你的问题，而是要比任何问题都更大。无论你是富有还是贫穷，你都将面临问题。问题的大小从来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你的规模。你能够处理的问题越大，你能够处理的业务越大，你能够承担的责任越大，你能够处理的员工也就越多。我们称之为问题的事情，实际上只是情况，我们把它们当作问题。有些人把它们当作问题，其他人甚至都不关心。同一情况，为什么对某个人是问题，而对另一个人不是？这取决于人，取决于你。你可以整天受影响和沮丧，或者利用你的空闲时间创办自己的业务。第11差异，富人是优秀的接受者，而穷人是差劲的接受者。差劲的接受者是不能很好接受的人。我们接受快乐、掌声、金钱、报告和许多其他事物。我们许多人在接受这些事物时会遇到问题。作者说，我们被这样的方式所制约。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听到了像“那是错误的”“你做错了”或者“你做了什么”之类的话。这些话加强了不够好的感觉，而感觉不够好是我们是差劲的接受者的一个原因。从现在开始，接受别人给你的一切。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看起来不错，就说谢谢而不是什么。就是这么简单，只要说谢谢并接受你的掌声。第12差异，富人玩金钱游戏是为了赢，而穷人玩金钱游戏是为了不输。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在金钱游戏中处于防守状态，主要关注的是生存，而不是财富和丰富。穷人只想要足够的钱来支付账单。意图至关重要。当意图只是为了有足够的钱支付账单时，你会实现的也只有这个，什么都不多。你必须志在高远，瞄准心性，至少击中月球。作者说，如果你的目标是舒适，你可能永远不会变得富有。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变得富有，你最终会过得非常舒适。第13个差异，富人让钱为他们辛勤工作，而穷人为了他们的钱而辛勤工作。作者同意为钱工作的必要性，但对于富人来说，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他们相信，为了让钱辛苦工作并取代你的位置，你必须先努力工作。他们知道，钱工作的越多，你需要做的工作就越少。第一个目标应该是尽快实现财务自由。简单来说，财务自由是在不必工作或依赖任何其他人的情况下过上所需的生活方式的能力。这是如何可能的？你需要被动收入。实现财务自由就像爬一个10级的梯子，而致富则像爬一个1000级的梯子。首先专注于10级梯子，创造足够的被动收入，以便不必为任何人工作，然后再考虑其他事情。被动收入的2个主要来源，第一个是钱为你工作，包括投资收益、金融工具、企业、合同等。第2个来源是业务为你工作，产生持续收入，无需个人参与运营和带来收入。第14，富人关注他们的净资产，而穷人关注他们的收入。当涉及到金钱时，人们常问的问题是：你赚了多少钱？很少听到关于你的净资产的问题。少数人说，财富是用净资产，
而不是赚得的收入来衡量的。这一直如此，将来也将如此。要找出你的净资产，你所要做的就是将你所有赚到的东西的价值加起来，包括企业合同、你的企业的限制，如果有，以及你的住所的价值，如果是你的，然后减去你所欠的一切。净资产被认为是财富的最佳衡量标准，因为如果需要，你所赚的可以变现。计算出你的净资产后，在一页上画一条竖线，在线的底部放上0，在线的顶部写下所需的净资产，例如100万美元。做完这些后，把你当前的净资产放在这条线上，看看你距离你所需的净资产有多远，偶尔检查一下这条线，并相应的更新它。即使你现在是0或负数，我仍然建议进行这个练习，因为这个练习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并得到了改进。第15个不同之处，富人会尽管恐惧，而穷人则让恐惧使他们停滞不前。在《百万富翁的心态》一书中，埃克谈到了表现公式。根据这个公式，思想产生感觉，感觉导致行动，行动导致结果。例如，如果你想着一个甜甜圈，它会产生一种感觉和想要吃一个甜甜圈的愿望，然后你就起身去商店买一个甜甜圈。如果这个过程不断重复，你会增加体重。思想和感情是你内心世界的一部分，肥胖是你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行动是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桥梁。如果没有行动，那么你对变富有的想法和感情就是无用的。许多人阅读这种类型的书籍是为了变得富有，但他们大多数人不采取行动，不应用他们学到的知识。重要的不是你读了多少书，而是你在现实生活中应用了多少书。阅读但不采取行动，就像每天在 Facebook 上盯着你喜欢的女孩的照片，而不是面对面的与她交谈一样。如果行动在取得成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是什么阻止我们采取这些行动呢？恐惧、怀疑和担忧不仅是成功的最常见障碍，也是幸福的障碍。富人和穷人之间最大的区别之一是，富人即使感到恐惧，即使感到不舒服，也愿意行动。另一方面，穷人让恐惧使他们瘫痪，他们不想感到不舒服。如果你只愿意做不舒服的事情，生活将会很不舒服。但如果你愿意做困难的事情，生活将会变得容易。恐惧和不信任不应该阻止你。恐惧是心灵的产物，你的心灵是恐惧的探测器，而不是成功的探测器。一旦你开始做一些不舒服的事情，你的心灵就会只显示数十个可怕的情景来阻止你。我们的心灵是最伟大的恐怖故事作家。训练和管理你自己的心灵是你可能拥有的最重要的技能。如果你想学会控制自己的心灵，我建议开始冥想，并阅读一本名为《现在的力量》的书。第16个区别，富人不断学习和成长，而穷人认为自己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埃克尔强调最危险的3个词是我知道。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自己知道某事？答案是，如果你经历过，你就知道了。如果没有，你可能听说过、读过或谈论过，但你并不知道。坦率地说，如果你不富有也不幸福，那么很有可能还有很多关于金钱、成功和生活的东西你可以学习。想想看，如果你不如你想象中那么成功，可能是因为你还有一些东西不知道。如果你一直做你一直做的事情，你就会一直得到你一直得到的东西。第17个区别，富人钦佩其他富有和成功的人，而穷人则对富有和成功的人怀有怨恨。作者分享了一个个人经历，在学校里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人们都以负面的态度谈论他，假设他参与了犯罪活动。几年后，作者有机会和这个人交谈，并了解到他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贫困中度过，这激励他更加努力工作，最终成为了一位成功的 CEO。 通过这个经历，作者意识到穷人经常用排斥、嫉妒和仇恨的眼光看待别人的成功，这是作者突出的最后一个区别。希望你喜欢这些有价值的财务和成功课程。如果你发现这些想法中的任何一点有帮助，或者与其中任何一点产生共鸣，
请不要忘记点赞并与你的朋友分享。如果你是新来的，请不要错过订阅频道的机会，以获取更多激励性内容和改善你的财务生活的实用技巧。现在，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请在下方留下评论，分享你最喜欢的课程，或者是否有任何你想添加到这次讨论中的内容。你的评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请点击订阅按钮，并击活通知铃，以便在我们发布新视频时收到通知。关注我，我是财指导，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